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程毅重返湘西，一遍遍回到小时候。一踏上湘西的土地，程毅所有感官都是打开的，竹林、鸟叫、虫鸣，露水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还有晨间的一碗粉，烟囱里飘出的烟火气，空气里居高不下的湿度。某种意义上，故乡便是这些感受的总和，所有细微的、个体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程毅心底那个纯粹的湘西。暮春，湘西，一连几日阴雨，整个德夯大峡谷像被清洗过一番。山苍翠，水寒清，草木绿得发亮，边边角角都透出新来。现在并非湘西的旅游旺季，从凤凰古城到首府及首周边，仍到处都能看见游客的面孔。他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在机场、高铁站、高速服务区里汇合、分流，再汇聚在德夯大峡谷风景区，排队前往天问台。天问台是峡谷内的观景制高点的如其名，群山峭壁间突出一天然石台，三面悬空，四周断崖高耸，云雾翻涌时，仿若与天相接。2000多年前，就是在这块石台上，屈原对天发出磅礴百问，留下千古名篇《天问》。程毅也是游人中的一员。游人一词也许并不准确，更贴切的说法是归客。这里称得上他的半个故乡。他在湖南西南小城怀化出生长大，那里距离湘西州首府不过1-2小时车程，两地不仅是地理上的近邻，历史上更是同宗同源，共饮一江水，享同一套风俗与饮食。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都属大湘西范畴。一踏上家乡的土地，程毅所有感官都是打开的。早上起来，耳边充满小鸟的叫声，窗帘一拉开，看得见山间的水汽，晨露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清香。还有烟囱里飘出的烟火气，一闻就知道是家乡的味道。程毅鲜少在这一时节回湘西，却丝毫没有生疏感。眼前这一切山水、草木连带着空气里居高不下的湿度，都是他的旧识，无需任何人指引。他从景区入口径直来到了天问台下，轻车熟路的仿若来过很多遍似的。通往天问台的路是一条窄窄的石阶，石阶依山凿成，被无数双脚摸得光滑发亮，边角挂着湿漉漉的苔藓，偶有一角映山红，从半人高的灌木丛中探出，在满世界的苍翠与青灰间，烧得格外潋滟。石阶的尽头便是天问台。程毅信步其上，在中央站定，目光缓慢扫过群山，见或摆出拍摄需要的姿态，转身踱步，双臂展成一字形。有一瞬间，他甚至双脚离得蹦起，孩童般腾空跃了起来。天是雾蒙蒙的，一层叠一层的巨大山体，刀削斧凿般笔直地切下去，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有人恐高，双腿发软，不上去了。程毅其实也有点恐高。游乐场里但凡涉及高空的项目，他都退避三舍。此刻站在一块三面悬空的巨石上，脚底云雾翻涌，他从容的却像在自家后院散步。他自己也有些费解，我很奇怪，在戏里吊威亚无论多高都敢上，在天上飞来飞去还翻跟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游乐园那些项目我就都不敢。他顿了顿，像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半是无奈半是坦然道，可能这个角色告诉我他行，他可以，他必须会做，所以我做了。但现实生活里我不可以。我也知道不用非要说服自己，所以生活中不太会去尝试。午后，从天问台下到矮寨景区，雾气消散了些，窗外不时闪过矮寨大桥的深红色桥身。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这次回湘西，
程毅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家乡山水依旧，但分明又有些不同了。小时候，他来过几次凤凰，那时古城还是一座静谧的小城，游客不如现在多，街上走着的多是当地苗族人，他们背着箩筐，扛着锄头，或在溪边钓鱼，或刚从山上摘了果子，砍了柴火，非常生活化的生活着。这一两日，他看到不少新的建筑，好吃好玩的也层出不穷，街边新开了不少餐馆，还有以前没见过的创意菜，各处景点也新开发了琳琅满目的体验项目，玻璃栈道、峡谷漂流、苗绣、蜡染、情景剧，程毅认可这些变化，人在成长。湘西也从深山中走出，从一方水土变成一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站上了更辽阔的舞台，他心中满是欣喜。矮寨大桥是湘西建设的一大缩影。湘西之险，险在矮寨，这里自古山断水隔，往来困于盘山13道回头湾。14年前的春天，横跨1176米的矮寨大桥在355米的高空横贯而出，自此天堑变通途，矮寨人的日子也从群山的褶皱里一点点舒展开来。此刻，从山脚下的寨子望出去，两座锁塔从山巅拔起，钢缆拉出优美的弧线，深红色的钢横梁悬在半空。矮寨大桥像一道横跨天际的彩虹，巍峨耸立，有种睥睨天地之感，令人忍不住行注目礼。在一个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时刻，一条细线从大桥桥身垂下，线的末端挂着一个墨点，绳子绷直的瞬间又弹回，在空中荡出一个巨大的弧。有人率先反应过来，他们在蹦极。却如程毅所言，如今的湘西新鲜好玩，可待发掘的还有很多。学生时代，他也是个爱玩的调皮孩子，那时候喜欢观察一切，对所有都充满了好奇，特别闹腾，一直活蹦乱跳，跟多动症似的。那时他的家就在沅江边上，一下学放下书包就往河边跑，游泳、玩水、捉小鱼小虾，一待就是小半天。怀化是一座依水而建的城市，沅江穿城而过，不管是童年时生活过的乡村，还是后来搬去的县城，程毅的生活半径都不曾离开过这条河流。河水春天时是青绿色的，莹润的翡翠一般，到了夏天涨水时，就变成了浓稠的浑黄。不管哪个季节的沅江，程毅都喜欢。那时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和同学朋友一块儿，拿着各自自制的鱼竿去河边钓鱼。记忆里大多时候都是一无所获，但那种满足和快乐是如此真切，以至于20多年后说起时，他的声音里依然透着一种愉快的感觉。关于沅江，程毅印象深的还有江上的小船。小时候还经常会看到特别大的船，当然也有很多小船，那种很老式的小木船，就停在岸边，随着河水一摇一摆的。长大后，程毅去到了更大更远的世界，江上的货船，海上的游轮，一艘艘轰隆隆的从他面前驶过，但每每闭上眼睛想起的，还是岸边那一摇一摆的小木船。眼前这条无名小溪上没有船只，水面也远不如沅江开阔，只有一位本地人穿着水鞋站在水流淙淙处捕鱼。溪对岸，一只鹅妈妈带着2只小鹅在草丛里觅食。程毅仅仅是静静望着，就在内心唤起无限的缱绻与归属感，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他说：“这就是我小时候在老房子里的生活。那时家门口也有这么一条溪，水不深，清凌凌的，家里衣物、碗筷都在溪边洗净。房子也是这种老式的木结构，屋前有的种着油菜花，屋后是山，可以上山摘桃子。”他弯下身，随手摘了把溪边的野草，那草叶子是长圆形的，摸上去有些粗糙，
这种草，小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藏着我整个童年的回忆。暮春的湘西，山是绿的，水是活的，那些藏在深山间、溪涧边、石缝里的植物也都热热闹闹地醒过来。车前草、龙葵、水麻、马鞭草、五叶藤，还有各式各样的蕨类，你能感觉到那种欢欣，万物都在拼命生长，赶在夏天到来之前，把自己长得足够壮硕。草木如此，人亦如此。湖南、湖北一带人的性格普遍也比较急，有种时不我待的劲头，与食蜡的习俗类似，这是地理气候使然，夏天极热，冬天极寒。在这样的地方出生长大，人的性格张力自然就大。程毅也有急的时候，早些为了不耽误拍摄进程，他下到溪边的步伐赶了些。晨间刚下过雨，脚底打滑，趔趄了2步，众人同时出声提醒，他头也不抬，大咧咧甩出一句：“没事，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10几岁之前，程毅都是这片山水养大的孩子。在这之后，他北上念书，人生的分水岭出现。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出远门，一个人独自坐火车，从怀化到北京，1700多公里，在当年是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家里人送他到火车站，火车开动前的那个画面，至今深深烙印在脑海里。车站里到处都是人，吵吵嚷嚷的，家人挤在中间，挥手跟他告别。然后火车嗡鸣开动，嘈杂被瞬间切断，孤单涌上心头。离家总是这样，怅惘中又夹杂着几分对新生活的希冀。程毅积极投入其中，读书、拍戏，辗转各个剧组，鲜少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他回望那段日子，从10几岁到现在，基本上就是为了工作到处跑，四海为家。直到去年，节奏才稍缓了些。初入行的时候不敢设想那么多，有时候想停下来休息一阵，但睡了一觉起来又会斗志满满。人都会有矛盾的时候，虽然会有想缓下来看看的念头，但时间和机会不会等你，选择了做，就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这2日行走在湘西土地上，不时能碰上穿着民族服饰摆摊卖小吃和特产的阿姐、娘娘和当地老人，他们都是在万千变化中努力上进的人。这无疑也是程毅性格里的一抹底色，内心依然有一团火，烧得不疾不徐，长久保持着温度。今年春节的时候，程毅在老家待了几天，认真过了个农历新年。好几次过年都没能回去，家里的长辈们眼见着老了，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身体和动作里。程毅清楚这是自然规律，谁都逃不过，但清楚归清楚，心里仍免不了一阵感伤。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些年他和家人的关系一直亲密，工作拍戏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掐着点儿，算着时间再给他打电话，不想打扰到他工作。湖南家家都会做辣椒炒肉，程毅最爱的还是妈妈做的那碗。不全是心理原因，身边不少人吃过，都觉得比饭馆里美味。程毅没打算问妈妈做这道菜的秘诀，似乎也没大必要。职业原因，他已经保持了多年的清淡饮食，不工作的日子里，也要隔1个星期或半个月才食一次辣，算是给自己湖南味的一点小小慰藉。今天就是那个偶尔为之的例外。我今天特别开心，早饭来了1碗粉，中午又吃了土特产辣椒炒肉，还有土鸡蛋和一些小炒。我们湖南人做饭就是要小炒。晚上又和苗家的阿姐们围着火塘吃他们的腊肉火锅，那个酸萝卜我吃了有7、8块，就一直没停过。那着实是滋味漫长又令人难以忘怀的一顿饭。因菜式的丰盛地道，也因用餐者的生动与投入。就餐地点在矮寨中黄村的蝴蝶寨，一个78户人家的苗族寨子，
以苗族图腾蝴蝶命名。寨子口种着桂花树和辣椒苗，一条石板路蜿蜒着伸进寨子。大公鸡挺着肚子在路上昂首阔步。寨里的房子大多依山就坡而建，部分改成了现代样式，部分依旧保持原貌。餐桌在一间光线晦暗的旧木屋里摆开，木屋的颜色已经发黑，眼角挂着风干的玉米和红辣椒。程毅和3位苗族阿姐围桌而坐，正中一只3角火塘，上面咕嘟嘟炖着腊肉火锅。方桌边上，辣椒炒肉、酸萝卜、大头酱菜、小白菜、炸的小鱼小虾围了一圈，彼此没有过多客套。几块腊肉和酸萝卜下肚，话语变得密络起来。程毅关心起腊肉的价格、糯米酒的制作，阿姐们一一回应，不停给他夹菜，眼睛亮亮的，嘴角挂着笑。中途不知谁提议唱个歌吧，年轻的阿姐前一秒还拿着筷，后一秒就起了头。另外2位很快跟上，没有被迫表演的作态，倒像是这顿饭吃到这个火候，自然而然就该有的一样。树上呀，喜鹊呀，叫呀喳喳也，贵客呀，今天呀，到我家呀，弯弯绕绕的音调像山里的路。你以为到头了，一拐弯又是一程。贵宾呀，来到要喝酒呀，我们的米酒香又甜呀，喝在心里美滋滋呀。歌词是朴素的，甚至有些笨拙的直白，但在场所有听歌的人都心头一热。我们来干一杯吧。程毅主动提议，以当地的黄金茶代酒。第一次见面的人如此投契，这山间的茶竟真引出了几分酒的荡气回肠。当天晚上，在返回长沙的车中，回想起那极其江湖中人的一幕，他仍忍不住感慨，我们都是湘西人、湖南人，就是应该纯粹一点是吧？这日的取景的程毅都是第一次到访，却处处觉得熟稔亲切，有似曾相识之感，像反复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最特别的还属这蝴蝶寨，冥冥中，他似乎与这个寨子有几分缘。晚饭前的拍摄里，程毅还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巧遇，不知从哪窜出一条大黄狗，跟着他绕了好几个来回。那狗的模样颇似电视剧《莲花楼》里李莲花养的狐狸精，只是看上去年龄略大了些，黄毛里夹杂了一缕缕白。程毅打趣道，这是狐狸精老了的样子。这些年，程毅去过很多地方，但很少能称得上旅行。通常的情况是，到地方了就开始工作，工作结束便离开。这次杂志拍摄也是匆匆来回，随身一件行李都没带。他反思着下次去到新地方，也许可以给自己留个几天去探索城市或自然。他对目的地并无特别偏好，最看重的是旅途中的住宿与饮食。双引号，我好不容易出来旅行，还是希望自己能休息好，然后吃到自己想吃的食物。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许，没有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哪，或者一定要怎样。类似于某种人生哲学，程毅相信，给自己的预期设低一点，这样人会更容易快乐。人生总体而言，快乐的部分总要大于不快乐的部分，这是近几年程毅认可的生活真相。当然，生活并未因他选择做个乐观者而对他豁免半分，大家心里都有的忧惧他也会有，比如怕黑怕鬼，也会害怕失败和被误解，可他心里知道，怕也没有用。你可以学着去找到害怕的开关，然后轻轻把它关上。开关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快乐。程毅认为，快乐也是需要自己主动去寻找的，你看见了，感受到了，伸出手啪的一声按下，生活的面貌也就不一样了。离开蝴蝶寨前，程毅和苗族阿姐以及所有工作人员挤在那堵被熏得乌黑发亮的幕墙前，拍了一张收工大合影。被定格的画面里，每个人脸上都有笑意，都笑得很真。程毅姿态舒展地坐着，抬手比了个标准的耶。